基石的操演，展现了中华民国国军保家卫国人的勇敢决心。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守护家园。台海之间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我国空军与解放军机在海峡中线空中博弈，态势紧张，压力空前。战事发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就是我们可能练了10年，可能就只为了那10分钟，或是练了那10年，只为了那10秒钟。抢先1秒起飞，可能就取得了制空权。在军事领域里，1秒钟意味着胜负之差。我会觉得说，我的飞行不是只会飞行而已，我的飞行可以延续他人的生命。我希望给他们的培养，我不是只教他们飞行，我的任务是如何培养他们成为一位称职的空军飞行员。要养成一位合格的战斗机飞官，至少花费上亿，严格训练10年。接下来还要持续不懈往成熟飞官迈进，过程漫长艰辛，非外人能想象。而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就是巩固台海空防的硬实力。小时候看过他不杠的第1集，当然是我进入到空军这一个领域之后，也才知道，美国的海空军飞行员都借由当年的电影，有了很不错的招生成效。莫明瑞少校当年就是因为看了《捍卫战士》，有了飞行梦想，成功被国军召唤，但他的飞行之路困难重重。飞行这条路上命运比较坎坷，所以在17作战队大约到队半年之后，因为腰椎间盘移位的问题，在停飞的那段时间，都随时要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这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飞行了。驾驶 F-16飞行员要能承受9G 之力，也就是自身体重9倍的重力压在身上，几乎10个飞行员就超过1半有颈椎问题。莫明瑞则是椎间盘移位，压迫到脊髓神经，下肢出现神经传导截断症状，因而停飞。所幸复健得宜，飞行勋章失而复得。好，各位学员，我们接下来执行数科的实作训练。那首先呢，会先执行闪脱、闪照及直升机吊挂等3个科目。人员就位。要成为飞行员，除了会飞，还得会逃。求生训练是基础项目，目的是要学官在跳伞逃生落海之后，如何冷静地在海上求生。透过池中造浪，模拟在大海中解除伞托，在伞衣罩顶时也能顺利脱困。对莫明瑞来说，进行只有现役空勤人员才能做的复训，感受已大不相同，满满的珍惜。只不过身体要对抗9个G 已经不可能。7年前，他转到海鸥部队，执行山海空难救援任务。到了空军救护队，才知道这对失而复得的翅膀，承担了更不一样的生命的重量。真的，站在救护队的立场，希望我们不要出勤，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意外的发生。我的想法是，我申请回到官校，我希望以我的所见所学，让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以一个更正确、更安全的飞行观念，把自己的任务组员的安全照顾好，这才是身为空军飞行员价值的极大化。历经了太多死别，莫明瑞请调回空军官校飞训部，担任 T-34教练机的基础主教官，为的是让学弟妹们能平安降落。然而这项工作风险很高，因为教的全是新手驾驶，手感不好，他在后座常要忍着晕机，还要装没事，边提示告诉学员，飞行容不得一点闪失，要记得那些血的教训。在历年失事案例复习的部分，感性建议要求全体空勤教学官依照飞行训练手册规定，在分组提示时，严格要求所属带飞教官确遵带飞全程，手脚不得离开操期的规定。我有这个责任，把我这些年的所见所学，经过自己的消化、理解、认知，重新排列之后，交给后面的学弟妹。在这一个提示部分的最后，就有历年失事档案复习。假设他今天飞行的是起落航线的客次，
那我们就会针对该型机同课次的历年失事案例，用意就是在提醒学员，不要犯一样的错误。那各位家长，我们都准备往低压舱移动了哈。进行训练的目的主要是让飞行人员去体验高空低压的这个环境。飞行员在低压舱训练的时候，可以借由这个教具的变化，因为目前这个体积大概是1倍的体积。那今天训练的高度会到25000英尺的高度，它的体积膨胀会变成3到5倍左右。在少子化的浪潮下，招到飞行学员已经不容易，因为军校并非青年首选，同时台湾近视率不降等问题，也逼得空军官校放宽视力标准，但也有不能妥协的绝对标准。那对于飞行员的部分呢，就是他们每年要做这样的一个体格检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身体是要最健康的状态，但是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场合在飞机上面是一个极端异常不健康的一个环境。现在要统一做缺氧的体验咯。在缺氧环境下，到底你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有头晕、头痛，有身体发热、燥热。他在培养的过程当中，从初期的所谓的航空生理训练、求生训练，他的空中我们讲的紧急的这个逃生的这个训练，跟后面专业的这个训练，它的过程，你从一个新手到一个非常资深的老鸟，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应该是这样说，这个训练你要关关通过，其实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讲万中选一是不为过的。必须长期在高压缺氧的极端环境下工作，飞行员要心脏好、身体棒的生理条件是绝对准则，但文武不易双全。满级分是75级分，那我们本校呢是用采计国文、英文、数学3科的后标成绩加总，那作为一个门槛。那以今年来说的话，我们这3科成绩加总，后标成绩加总就是22级分。我们只要达到这个门槛以上，我们就会录取。学测超过后标就达阵，只为让那些生理上万中选一的学员从源头能增加员额。但外界批评学员恐怕数值降低。从事空军官校战斗组教官长达10年的洪承佑有不同看法。如果今天他真的是级数比较低，我之前看过说他可能进来念书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我认为，因为可能我也不是一个聪明的，我认为这是勤能补拙，还有心态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之前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们战斗组是训练半年，我几乎半年都没有出去过学校，因为可能我们这边假日比较没飞行。那我之前就是利用假日时间一直在准备飞行。同学10分钟就能背完的程序，洪承佑要花1个小时。同学假日出去玩，他留校苦读，即便苦读，登上飞机时还是有错，弥补不足，他下课录音笔反复听。在空军站念4年嘛，然后一开始我也觉得天是看了4年，觉得很慢，就一开始哇很不适应。然后第一课写的时候，我可能写了100条缺失，然后可能写了3个小时。对，那因为我们其实飞行一天假设飞2批的话，写可能就写到1、2点才睡觉。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去改，但是我不可能100条缺失都改嘛。然后之后可能就到第2次之后，可能变90条，慢慢变80条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过程是比较辛苦的，万事起头难。在龟兔赛跑中，最终靠着一步一脚印成了教官的洪承佑。当年那款旧式录音笔还在用，下课还在听自己的提示有没有遗漏，仍在意自己是不是比学员认真。那学员易犯错误有学员在建立仰角及坡度的时候，因为坡度的建立过快，那这里的改进建议是好，来同学，你看你今天在飞的时候，你不可能这个人坐在飞机里面嘛，可是我们实际上操作是看什么？那是看姿态仪，对，所以重点是姿态仪，对不对？那所以准备要用心一点。是，来，教官这边有帮你准备，有没有看到这个姿态仪这么大一个？因为他们未来飞的飞机都比这边，像我们这 AT3已经比TN4还要快2倍，那未来他们去 F5可能这边快1.5倍，甚至他们未来到 F16换向是这边的2倍甚至3倍的速度，那科目会更难，所以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飞行习惯。那一步一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模拟紧急起飞的时候。然后可能差那1、2秒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练成肌肉记忆，就是右脚一定要先上。右脚踏第1阶，第7步就可顺利进入舱座。为什么每步都斤斤计较？像线上飞官在接到空中巡逻与驱离指令后，需在6分钟内完成起飞，滑出到起飞需要1分钟，跑到飞机旁需要30秒，中间还要着装并确认任务，让学员拥有扎实的基础功，很重要。
我们左边就是锻炼器推入嘛，然后再来是什么？方向舵配平，再来是 damper， 然后襟翼手柄油门，燃油官办护罩，燃油官办点火启动，然后事件记录簿、计算器、军械电门，然后各仪表板，再来是我们的无线电。然后我们的航行灯、编队灯、防撞灯、红光灯、挡板灯，以及右边的各灯光选美。因为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就是说背起来对你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一开始他们不熟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之后会进入所谓的2级科目，我们同时就要兼顾2样东西。那因为你主要是看着外界，不然如果你没有看着它，你去调，你可能就会发生飞机擦撞，类似像这样子。未来学员要面对的是像 F-16V 型高度电脑化的现代战机，面板操作只会更精密复杂，交战时的应对更短，判断要更准确，而这些都要从雏鹰期间开始累积。就是有时候教官骂到，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让教官那么生气？我明明就可以做到，教官明天之前也是这样教我，就像编队一样，你会知道怎么坐在飞位上，只是有时候你的手会不听你的使唤，你明明就知道这样做，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做不到。飞行是高成本的学习，背诵理论法规只是基本，一开飞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很多人通过体检，但身体不适应，就面临淘汰。同时，飞行是非程序跟应变，有人不够严谨，手感抓不到；有人一遇紧急状况，压力山大，脑袋就一片空白，一样淘汰。官校就读期间，淘汰比例低也有30%，高则超过50%。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感觉飞行员就是光鲜亮丽的外表，觉得很帅。其实他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从一开始的准备，还有你在工作的时间上，就算如果你今天你可能有一些小差错的话，也不会因此而让你及格，会让你就是你要有在容许误差范围内，不是说容许值很大，因为毕竟飞行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工作，你要确保你是真的了解，你是真的懂。太一话不会言，大家对飞行员的印象就是高薪、手抱头盔、慢动作，走在机场帅翻。但没人看到，先是中正预校3年，空军官校再读4年后，开始在基础组学飞 T-34初级教练机，1周5天，教官学员早上6点15分就开始做提示，中间要着装移动，再进行1个小时的飞行。下机后不是先将湿透的飞行衣换掉，而是先做检讨，接下来再准备下一批飞行。6个月后完训，要再去战斗组学飞 AT-3高级教练机半年，接着到台东志航基地换训 F-5 1年，再依志愿选派到各基地。经过10个月上下换装训练，取得 F-16 IDF 或幻象2000的备战资格。一个仅仅是基础战斗机飞官的养成，走到这里已经10年。我的认定是 F-16，你最少要飞到能够1000小时以上，它就可以到达成熟。对，那成熟的话，我们如果这样算的话，大概差不多要1000批吧，对，就10亿了。我的感受是，国家真的付出了非常庞大的经费，培育一个不管是战机飞行员或者是空域机飞行员。以 F-16为例，每小时的飞行成本含油费、后勤维修与人员的薪资劣计，大约100万台币。一位飞官从雏鸟变老鹰，至少要飞满1000小时，也就是国家培养一位飞官保守估计就要花10亿。而成熟的飞官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更要有不松懈的自律和高昂的斗志，保有并延续这样的战力，尤其在台海紧绷的此刻与未来，守护你我窗外的蓝天。